别再发疯了，战争已经结束了。鬼子杀了我们那么多人，现在打败了，枪一扔，不打了，回家，连畜生也要回家。他们凭什么不打？鬼子都可以回家，可我的家呢？我姐呢？包括呢？虽然抗日战争结束了，可顺柳的战争却没结束。为了找祸害姐姐全家的鬼子坂田报仇，顺柳只身一人潜入县城，可不料狙杀坂田不成，反倒还被城内接受鬼子投降的国军四处搜捕，甚至新四军也派人打算将他追回。所幸在荷花跟老宋的帮助下，好兄弟翰林他们这才找到了复仇心切的顺柳。但接下来投降的鬼子即将在南湾码头乘船回国的消息，却让顺柳瞬间崩溃。什么？要回日本了？你他妈的畜生要回日本！即便顺柳满心不甘，可在翰林跟侦察排长的极力阻拦下，他还是暂时跟他们回去了。但表面服从命令的他，其实心里复仇的火焰越烧越旺。晚上，翰林拿出能离地的好口才，尽力劝顺柳放弃复仇执念。抗日战争结束了，毛主席、朱总司令、陈军长这都亲自下达命令，对那些已经放下武器、缴械投降的日军，那不能再采取任何形式的军事行动了，这是原则问题，也是革命大局。翰林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，提醒顺柳开枪不仅会破坏受降大局，还会连累他最敬重的司令员陈大雷，甚至会影响整个6分区。这些话深深触动了顺柳，也让他陷入复仇和服从命令的挣扎中。新四军是什么人？天之骄子。顺柳是什么人？天之骄子中的英雄。翰林想给顺柳抬身份，劝他顾大局，但即便他说的声情并茂，可顺柳却听着睡着了。这种反差更显出顺柳心理复仇和军令的拉扯有多煎熬。然而令翰林他们意想不到的是，第二天早上顺柳竟将他们都捆了起来，而顺柳的眼里此刻只剩复仇的红血丝，对翰林的劝告置若罔闻。你枪这样一响，司令员就要被撤职。顺柳，你这样做对得起司令员，对得起我们6分区吗？很显然，此刻顺柳内心的仇恨压倒了一切，必须得让鬼子血债血偿。鬼子杀了我们那么多人，现在打败了，枪一扔，不打了，回家，连畜生也要回家。他们凭什么不打？顺柳的这句嘶吼满是悲愤与不甘，他压根不认鬼子投降就能回家的道理，只盯着侵略者欠下的血债。这话也撕开了抗战胜利的光鲜表象，道尽了顺柳的执念。对他而言，战争没结束，姐姐和姐夫的仇还没报，鬼子没资格全身而退。而他这一去，不仅有着复仇的决心，更是已经做好了同归于尽的最坏打算。与此同时，为了阻止顺柳向投降的鬼子开枪破坏抗日大局，军区政委已经做好了最后的预案。如果顺柳继续违抗军令，将考虑对他执行战场纪律。我不同意，陈二雷是我们的战斗英雄，一个人打死了30多个鬼子，而且他击毙了日军司令石原，一个战士立下这么大的战功，天底下能有几个呀？即便大司令十分不忍下这样的命令，可政委说的每一句话都从现实的角度出发，让他无法反驳。只要枪一响，他就是鹰隼的反面。政委的这句话精准点破了军纪与私仇的尖锐矛盾。枪响的瞬间就意味着顺柳会从抗日英雄沦为违抗军令的人，这既是对现实的清醒判断，更藏着对顺柳前途的担忧。毕竟个人恩怨终究不能凌驾于革命大局之上。于是军区大司令的一通电话直接打给了苦守在电话旁的6分区司令陈大雷。我陈二雷继续抗命，坚决执行战场纪律。你们军区不知道陈二雷是英雄吗？我知道他是战斗英雄，全体党委人都知道他是战斗英雄，整个新四军都知道。陈大雷，坚决执行命令。大司令的命令看似无情，却透着军纪的刚性。从身为老烟枪的他抽烟竟被呛到就能看出，没人比他更懂英雄困于军令的滋味。作为军区的首长，他的任何军令都必须从大局出发，哪怕顺柳是战斗英雄，抗命也得执行战场纪律。而陈大雷的激烈反问满是护犊之情，他想为这个立过大功的兄弟极力争取，可却拗不过军令如山的铁律。然而这一次，不仅6分区出动兵力追回顺柳，大司令还在全军区下达了追捕令，如果顺柳执意违抗军令，就可以开枪了。